犄角旮旯的组合套装主要是针对细节够不着的地方去进行操作的。好的，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组犄角旮旯打磨头的操作和应用。为什么叫它叫犄角旮旯打磨头呢？因为我们在做额式前置处理操作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细节我们过不到的地方，可能就需要这一组 mini 的套装进行打磨那么我今天会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个别几个打磨头，在我们遇到比较特殊的手指状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打磨头去操作，以及这些打磨头在特别案例当中的实操情况。首先第一个打磨头叫做圆尖头，那么这只打磨头你看它本身是偏尖，对不对？但是头顶又是圆的，所以这只打磨头用到的是它的头的顶部去顶起我们的甲廓，并且打开粘连的。那这只红标的圆尖头和我们大师版当中的这只蓝标的圆尖头有什么区别呢？两个都是圆尖头，红标的这个圆尖头它除了粗细值，就是它的细腻程度会比蓝标要细腻以外，那么蓝标主要它更加细更加的尖。这个蓝标的圆尖头更多的是用在开边上，因为它的蓝标锋利值更高，开边会更好开边。而旁边的这只红标的圆尖头主要是打开粘连，因为它的粗细值稍微细腻一些，比较适合于特别小的口袋，我们想把它顶起来，但是你不好顶。可是如果你用比方说我们经常用到的梭形头比方说如果说你用这个梭形头去顶起特别小的口袋的时候，很容易由于这个梭形头的尖使我们的口袋内部就会造成划痕，会产生你打磨完了之后口袋内部会有非常多的白色毛边。所以对于小口袋薄皮肤，我们去顶口袋的时候，我们是不用梭形头的，我们是用圆尖头的这是这两个圆尖头的区别。那么这只打磨头叫做 mini 的梭形头， mini 梭形头主要功效是打磨夹层皮的，它跟这个圆形的小球头1毫米的小球头，它是一组比较适合打磨夹层皮的组合。那么这个蓝标的小梭头更多的是运用在我们够不着的地方，口袋偏大够不着的地方的夹层皮，左右两边拐点的碎皮屑，顽固性碎皮屑的打磨。而小球头比较适合于立面根部，它有一些夹层皮过不到。那么梭形头因为它是尖的，对不对？它打完了之后，它整个是一个深度，而这个圆形头就可以打出立面的效果，取决于这个口袋大小以及你够得着或者是够不着。口袋偏大我们就用梭形头去打磨；口袋偏小，你想打磨口袋立面底下的部分墙根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圆形头。两个都是蓝标，都是比较适合于夹层皮或者是细节处我们够不着的地方的进行打磨这两个。然后就是这个飞碟打磨头，飞碟打磨头我们在去实操作过程中有很多同学已经用过了，就是它专门打磨两侧的小指甲你够不着的缝隙的位置，是非常好用的，我们也会对它进行详细的讲解。还有以及这个梨形头，梨形头是对于什么呢？对于你的口袋根部的皮肤想要抛光的时候，你说老师口袋根部不是圆形头，刚刚那个蓝标吗？蓝标适合于有夹层皮的小球头，对不对？夹层皮去给它进行打磨，排屑力强。而这个更多的是进行抛光。你在弯剪剪完了之后，皮肤上面皮肤口袋根部它需要进行抛光的时候，用了前置处理液之后，用这个小的梨形头进行细节的去打磨。因为如果说你用这个黄标的圆形头去过口袋立面，细节的地方够不着，那么够不着的地方我们就用这种小的梨形头去进行打磨。所以这一组犄角旮旯打磨头主要是针对一些够不着的细节的地方进行精致的处理的。来，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案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圆尖头怎么使用，什么情况下去使用你像我这个手指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那如果你们在去用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客人甲上皮粘连比较紧，然后开边的时候这种不太适合用打磨头开边，有可能会把甲面打出痕迹。那么这个开边用到的是钢推，钢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选择。来看这边都是丽亚老师手上的一些钢推我这边为了定制钢推，我买的国内外的钢推都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钢推，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要避免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之前跟我们去提供钢推的厂家给我们打的第一个版，那么第一个版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你看左边的它这个弧度看到了没有？它上面的这个弧度偏什么？偏椭圆。当它的弧度偏椭圆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你在某一个点上它的压力过强，就会容易造成甲面出坑，或者是皮肤产生压强，压迫感比较明显，客人舒适度降低。那么右边你看，右边是我们的定制版，右边的这个定制版它的弧度偏扁圆，在进行开边的时候，甲上皮就非常好，大面积的接触在钢推上面，就会产生阻力，有阻力就不容易打滑。这是我们在去定制的时候选择的是偏扁圆的钢推。另外从侧面来，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弧度，像左边的这个弧度它过长了然后又
过陡峭，这样我们再去放在甲面上的时候，你看，当我们放在甲面上的时候，你的着力点是不好着力的，看到了没有？你这样子去做就很容易产生打滑的现象。而右边的这个是我们定制的，它的弧度是刚好贴合于甲面的，看到了没有？啊，这个是不贴合甲面的，看到了吗？它侧面是起来的，是不贴合甲面的，而这个是比较贴合甲面的。这是对于我们的钢推的选择，以及从侧面看，侧面钢推一定要是锐利的，但是它不能锋利。锋利是什么？会把甲面怎么样？或皮肤划出划痕。而锐利指的是它不会钝，当它太钝的情况下，就会很容易造成什么？就会很容易造成没有阻力，没有阻力就容易产生打滑的现象。这是钢推的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钢推的使用过程中，它会分一个拐点啊，就是这个钢推左边有个拐点，右边有个拐点。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钢推的拐点对着我们的皮肤的拐点来看，轻轻一推它就上来了，轻轻一推它就有反应，看到了没有啊？然后右边也是去推它的拐点。拐点推起来了之后，它就会有缝隙，然后我们沿着这个缝隙啊，去把这个死皮给推起来。主要的力全部是放在皮肤上，而不要去刮哪里，不要去刮甲面，这样它就很容易推起来了啊。这个皮肤相对来说是比较薄，所以薄的皮肤啊，建议大家是用钢推，而不要用打磨头。打磨头很容易把甲面产生划痕。然后另外一头它是一个斜面推，斜面推用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跟甲面粘连很粘的时候，作为细节的怎么样去推起，够不着的地方作为细节的去推啊，就是看你哪边更舒适，边边给推起来，推松就可以了。所以钢推只是为了推松的。好的，钢推推完了之后，我们就用这个圆尖头去顶起我们的口袋立面，转速一样是2万到2万5千转。来看一下啊，顶起口袋，从拐点的位置去顶起它，看啊，打磨头的摆放要平放，然后用的是它的头。对于这种口袋特别小的客户，我们是要用尖的缩形头去磨的话，很容易把口袋内部磨得不舒适，客人会不舒适的。所以我们用的就是圆尖头去顶起口袋。你看它的排血力又强，然后又不会把皮肤给打得不舒服。整个过程就用它就可以了。好，粘连打开了之后，我们用剪刀去剪掉。剪完了之后，口袋里面它就松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再去给它把立面给推起来，它就能起来了，看到了吗？看好，接下来还是再把这个死皮精修一下，因为前面是打不开，现在打开了，我们再把它精修一下，就把这个橡皮筋剪掉啊。这步我们需要进行口袋立面的抛光啊，我们用这个来抛光，配合前置处理液，啊。我们这一步用到的是这个mini的黄标，去给它口袋里面进行抛光。看，你用其他的打磨头抛光够不着它，所以这个黄标就专门对于这种比较细的操作，特别小的口袋去操作。打磨刀口可以直接去磨掉。是整个面的外圈，它也可以是内面的这条面啊，跟它一样，外面和内面都是它的受力面积。转速是4000到5000转。我在这个角度，我不去换它，我就用内面的这个圈方便。我做这边的话，我就用外面的这个圈方便。那这边我们用它的侧面的外圈，看，轻轻的蹭，悬浮的去蹭它。这边看这里啊，好，这样它就基本上都干净了啊。用的是蓝标给它进行夹层皮的打磨。红标整个磨的过程中，它按说那个排序力，它该磨的地方它该掉它就掉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不要进行反复去打磨，就是 A 遍磨叠加到位的话，它一遍就够了。那么它磨不掉，就说明那个色标它的粗细值不对。好，这步我们用到的是胖缩头，来打磨方式跟刚刚一样的啊，提起口袋啊，你看哪里有你就磨一下，磨到哪里。啊，通常都是在左右两边拐点的地方会有夹层皮，你去磨一下它，提起口袋哪里有就磨哪里就好了，局部进行打磨就行了。看，就已经非常干净了，看到了吗？一点点都没有了。
对，躺着。提着口袋，对。转过来，对，转过来。这样的话，左拐点就够得着了。然后这些夹层皮都够得到了。夹层皮就用这个小的蜜糖去磨，就会比较排血力比较强一些。当你剪开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有一些地方前面是没有触及到的。那么这一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像它的手指特别小，我们就用小的圆形头去给它做个补充。因为刚刚剪完之后底部就会产生一些碎皮，所以我们再用前置处理液配合这个梨形的非常 mini 的小头黄标的，切记它现在已经是剪完之后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我们就用黄标的把它的根部给它重新再去给过一遍，这样是又进一步的进行抛光了。只要加了前置处理液，它就是进行抛光的。这点大家要知道，因为这个头比较小，它比较适合打口袋内部的这个位置，一定是你的打磨头它的排血力强，第二个是机器的转速要高，还有一个是打磨头以及机器本身它的同心度要好，就不会产生震感，那么客户的使用感受以及我们在操作过程中的精准度都是非常高的。最后一步再配合前置处理液，用这个硅胶打磨头把我们的第一指关节进行再一次的抛光，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长倒刺了。第一指关节包括我们打磨刀口留下来的残存，还有整个第一指关节的指腹甲廓外部都要进行打磨，这样的话最后你做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额式前处理了。那对于额式前处理要用多长时间，是你自己在操作过程中选择的打磨头的精准度，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当下用哪个打磨头更合适，以及这个客人他是不是可以省略某一些打磨头进行操作。那么金刚刺头要不要做，取决于这个人的甲沟两侧的硬角质是不是比较深，或者是比较厚比较硬。那么如果不用金刚刺头，那我们用长缩头也是直接可以进行开边了之后两边甲沟的打磨以及后甲廓的打磨。或者如果这个人他经常做前置处理，他可以不用长缩头，他直接用胖缩头进行开边、口袋上壁以及整个立式空间线的打磨，最后再用黄标进行刀口的打磨就可以了。那么第一指关节的打磨我们就不用说了，这个硅胶头很适合大多数的女性皮肤来用的。那么额式前处理的建议时间呢，是包含整个第一指关节操作的前置处理大概在半小时左右。